叫高俊然啊，据说智商有149。刚刚我跟他照了一面，属于那种情商低、无节操、无组织、无纪律的那种啊。所以一会儿你千万不要分析案情啊，别露怯。智商这玩意儿，就是我没测，我要测，说不定也是个小天才。哎呦，我天才，那我这案子就治你。什么意思啊？你这都啊？媳妇儿的味道。我去，这现在是他妈想媳妇儿的时候，给我认真点。小高，光队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高俊然，久仰大名。行，知道了啊，赶紧说正事儿。尸检结果怎么样？光队，死者第一次遭受外力冲击导致肋骨骨折，然后在第二次碰撞当中呢，扎破了自己左侧的肺上叶以及心包，符合被地铁车厢门剐蹭然后撞到墙上的推断，但是我们无法判断是自己剐蹭到车厢门，还是受到外力冲击导致。至于他的颈椎轻度错位以及枕骨骨裂导致颅内出现血肿，则是诱发他第一次生命体征停止乃至被误判为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同样无法判断是否有人为加害。我看这上面说他左手这俩划痕是怎么弄的？根据伤口的深浅以及形状来看，应该是被玻璃制品划伤的。这120发现他坠落的地方是蓝鲸岛东侧的山坡脚下，典型的户外开放性场所。为什么不先查那儿？顺序是不是搞错了？可死者真正的死亡地点是在地铁隧道里啊。按照现场处置原则，不管是不是他杀，那里都是第一现场。关老师。被害人的衣物和随身物品呢？我看一下。在这儿，死者第一次和第二次所穿的衣物都在这儿。哎呦，小高，你说这人死的太蹊跷了。不管他是怎么从南京岛的山坡上滚下来的，他在冷藏柜里面自己爬出来，穿上衣服走了。这肯定有事儿啊！哎，老关，隔2天之后又死在地铁隧道里。如果说这2件事没有联系，我是不信啊。关老师，这套衣服是死者第一次被120送来的时候身上穿的，但估计是苏醒之后他自己没有找到，所以就偷了一件白大褂给穿上了。不过更蹊跷的是，他身上只有零钱，既没有身份证、信用卡这些，也没有驾照、车钥匙，再加上他真正的死亡地点是在地铁10号线，所以我们推断，他应该乘坐的是公共交通。这个人有辆车，有2双鞋，右脚的鞋跟磨损程度，还有这脚面的折损来看，他经常开车。南京岛这么远又不好打车，3蹦子都不去的地方，他估计是自己开车去的。但可是关老师，我觉得这不能明白关老师的意思呢。一个人出门不带钱包，那家里门钥匙也不带吗？手机也不带。就算他第一次跌落下来的时候，那东西被人拿走了，或者在跌落过程当中遗失了，那第2次呢？他在地铁站里面这些随身物品也不带。哦，周哥，你的意思是他把东西放车上了？对，他把手包放车上。手包？手包，看见没有？这2件衣服左胸部和肋部都有磨损，一看这个人就习惯加个手包。有车，还西装革履的，手里夹个包，应该是一个挺大的老板呀。大老板的手包都有秘书和司机帮着拿的，用不着自己费劲。小周，我问问你啊，这穿几千块钱的皮鞋，这2件一模一样的西装，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2双皮鞋是他自己买的，这2件衣服是工作制服。一名30多岁的男性，非体力劳动者，习惯加个手包，
穿几千块钱的皮鞋，但不是商人。廉价的西装，可是有车，这会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了，关老师，国企或者是事业单位的中层几率比较大。他明明有车，为什么还要挤地铁呢？那得找到他的车和手包，确定了他的身份之后再说。啊，这赶紧干活去吧。干什么活儿？不找车和手包啊？去哪儿找啊？找人去蓝鲸岛现场看看那附近有没有他的车。不是你脑子真的进水了是吗？再去枫桥地铁站，从那儿开始沿线往东，所有站外面的那个停车场、过夜车挨个查。过夜车？对啊，如果他是开车去的地铁站，说不准这辆车就在某个地铁的某个停车场。枫桥站往东一共跨了好几个区，沿途一共有15个站，车的型号我们不清楚，这么找不是大海捞针吗？大海捞针也得找，那干的不就这活吗？走啊！关队，您刚才分析死者可能有一辆车，以及对他身份属性的推断，虽然言之有物，但是像这种基础性的推断，是不是警校在校生也可以信手拈来？哎，姚四九，你干嘛啊？这里来干嘛来了？捣蛋来了是吗？别那么大火气啊！徐哥，你说的没错，我刚才讲的那些都是基础的推断，就好比老周、小周，包括你我，都是从基础在校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所谓天才，不过就是大脑系统给开了个小外挂，用好了呢就事半功倍，没用好就是自欺欺人、偷奸耍滑。你自己想想，你赖以生存的这些技能，哪个不是从基础2个字一点点的开始的？你说的对，关队，我会好好反思，虚心改正。没有客气，走吧。小周，你说关队刚才把死者说成被害人，是在故意考验我吗？怎么了？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我是不是让你别分析案情？你怎么就忍不住呢？哦，案情未定性之前你就说被害人，我告诉你，完蛋了，那小子肯定盯上你了。就一受虐狂，挨一顿上档次的臭骂就老实了。啊，你以为你在那儿啪啪啪啪啪啪啪你就混过去了啊？但是你抢什么笔记本呢你啊？我不给你都不行，生拽你的呢。现在是不是指纹留给人家的都不知道啊？真的，就你这样的，我告诉你，电视剧都活不过3集。谁告诉你的？没看过《白夜追凶》？这什么白夜追凶？我告诉你，真的，要不是因为天快黑了，我非拿枪顶着你，把你给我换回来。受伤了，可不太适合喝酒啊。应该不会留疤吧？还好不在脸上。甭管它，再美的曲调也比不上人体发出的声音。就像现在，能听到吗？
还没把桌子摆好，这都几点了？订桌的客人马上就到。屋内的灯箱怎么也不开呀？白老官，现场既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发现。好，咱们对面说吧，我到了。啊，关队，关队，人也没有什么印象。关队，段老师，老周在那边。怎么样？不怎么样。这都超过24小时了，没人报案吗？目前咱们辖区没有人报案，死者有可能是居住在别的辖区。等天亮了吧？天亮我给市局打个电话问问。南京岛那边有什么进展？南京岛那边除了发现了车轱辘压过的痕迹之外，目前还没有任何别的发现。那黑灯瞎火的，荒郊野岭，不比城市。我叫他们先把现场保护好，我又调了几个人过去继续勘查。关队，周队，刚刚找到一张地铁票，上面发现残留的指纹跟死者的指纹比对上了。哪儿呢？能不能查着这票上的信息？高哥已经在查了。查到了，这是一张短途单程票，收出站就是这一站，刷卡进站时间是20点59分。那可太好了，只要查方桥站周边就好了。这人用的是单程地铁票，而不是公交一卡通。说他平时开车极少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那赶紧的吧。我带人上去查一下周边的这个停车场，你带人继续筛查监控啊！别，老关，我觉得你眼神比我好，脑子也比我清楚。你们仨去查监控，找人；我和小周去停车场去查车，好不好？完美，就这样。小周，我们走，你们俩别愣着了，快点啊！各单都注意，所有人都撤到方桥地铁站来啊！查一查周边3个收费停车场啊，还有划线的车位啊，以及周边所有那个小区里面的过夜车。过个胃口，我再给你调一杯。哎，海斌，你说那个是在海丰桥哪儿来着？海丰桥桥东200米，门口不太好停车。这不是要喝酒吗？都没开车。东风所的兄弟开车给我带过来，马上就到了啊。告诉你那帮兄弟，既然不是在岗时间，就别穿制服，省得有人拿你们喝酒当新闻报。好嘞，放心。恐怕我们都得快点了。
今天扫兴了，这次算我的，下次再跟你走。所有归业车辆都要好好排查。帮我看一下这个黑色 SUV 几点到的？这个应该是上午10点多到的。哎呀，那边好像还有一个白车吧？那这辆呢？我查查。停一下。这不就是那死者吗？顺着这个点往下查，看看他从进了这个地铁以后，一直到死在隧道里，中间到底干了些什么。这个8723查一下。港DR 8272。带我去那边再看看。不是，这还有其他角度的没有？我们再看看吧。要不要一块吃点早饭？啊？不去了，困死了。那行，那抓紧时间赶紧睡一会儿去吧。啊。好。行，有事电话吧。啊好。走了。啊，慢点啊。这边关队。哎。哎，老关，你那边查怎么样？过夜车辆全都查了啊，没有。不是，来一个这个。好嘞。要我说呀，你给你哥打个电话，问问他，看看他那儿有什么建议。这没得说，我先挂了啊。不是，就你那档子事儿，是不是你哥设计的你？那还没坐实呢，对吗？咱抛开这个不讲，咱就说查案子，你哥经验比你多了吧？他经手多少案子？说句不好听的，你啊，现在说什么都不好听。怎么着？离开我哥，你们还破不了案了？行，我不说了，行吗？兄弟，我跟你讲啊，我也不容易，啊，我自己的这摊子事儿，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市局到现在还都没给消息呢。哎，行，不跟你扯了，挂了啊。哎，好嘞，一共10块啊。嗯，谢谢啊。这拖车每天早都来吗？啊，您说这事儿啊，待会儿是高峰期呀，这全是人，这个地铁周边的违停车呀，全都堵满了。这7点前呀，这个交警啊就会来把他们都拖走，每天都这样。现在这些人啊，都有侥幸心理，以为没有监控就拍不着他们。谢谢啊。哎，周局。如果死者头天真的是开车来的地铁，而且停的是违停的地方的话，我看这地铁早高峰，交警都是把违停车拉走啊。那他这车会不会就在咱们辖区内交警支队的停车场呢？行，你小子可以啊，不愧是老关的亲弟弟啊，有点他的风范，至少有他的1/10。你还想听什么？我再夸你2句啊！哎，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查吧啊！前天晚上送到太平间的尸体，现在已经查明是京港车辆质量检测中心信息工程部副经理。
高磊，34岁，已婚，有个3岁的孩子，京港人，住在西关区金阁路明光胡同。他二人前天晚上在和高磊单位联络，确认其下落不明后，向天福街派出所报了案。结合西关那边提供的信息，高磊失踪当天驾驶一辆他名下的白色日产越野车去单位上的班。据单位的同事反映，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月20号晚上7点半左右，在单位停车场看见他拿手机打着电话。当天晚上地铁停运后，方桥地铁站附近的巡道工在0点前后发现了他的尸体。经法医确定，死亡时间是当晚的21点至22点。事发当晚，高磊驾驶他这辆越野车去了方桥地铁站，把车停靠在了地铁站附近的路边，车辆属于违章停车。通过协调，辖区交警支队已经找到高磊所驾驶的那辆越野车。前场车的记录显示，他的车是在次日的凌晨4点54分被拖走的。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车钥匙，所以只能拜托交警支队把他的车拖来咱们队。高磊进了地铁站之后，花了2块钱买了一张地铁票，是最低金额的短程票。再加上他把车临时停在了地铁站的附近，那么应该是有2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他真的想坐地铁，另一种呢，他只是为了进站。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蹊跷的情况，就是高磊在遇害的前2天，曾被120以死者的身份送到了太平间。120发现他的地方呢，在蓝鲸岛东侧的山脚下，时间是晚上的21点39分，22点左右送到了太平间，而22点16分。他在冷冻柜的停尸台上醒了过来。高，监控那边。通过调取太平间当时的监控，不用从头来了，刚才不都已经说过了，也都放过了。现在确认一下，在这个太平间冰柜里自己爬出来的这个人，就是高磊，可以确定吧？可以。出来之后，随便在太平间找了件衣服穿上之后，就从门口就自己就这么溜出去了，这也可以确定吧？是。那就别在这儿绕了，往下进行查吧。小关，看看怎么个查法。哦，技术队那边想办法把他的车弄开，啊，他随身的包很可能在车里面，然后再看看他车里面有没有 GPS， 有的话把他的行车记录全都调出来。外勤探组去他的单位和他的家，查查他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留在地铁站调度中心查监控的那些人还留那儿接着查，重点查一查和高磊接触过那个可疑的人。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还原他从假死到真死之间这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师弟，完了，完了，行动吧。好，周群，你来一下。哎。监控这边还得你去盯，是吧？那昨晚上你盯了一宿，你最了解情况，别人弄不了这事儿，是不是？你得辛苦辛苦啊！瞪大眼睛，最好别哆嗦。哎呀，辛苦了啊！哎，师姐，怎么了？啊？周旋啊！市局这个正式的人事任命下来了啊，任命你副支队长。说是这个支队长的人选，到岗之前我还得在这儿继续给你们当这橡皮图章。说实话，这个事儿我觉得，哎，没事儿，真的，您把，我对这事儿可无所谓，真的。这有什么了啊？再说我这今儿就是这不挺好的吗？
这性格您了解的啊。再说了，老关那档子事儿，没少给您添麻烦。哎，这事儿说了，哎，都是为了工作嘛，对吧？你说人家有问题，叫去调查，人查完了，没事儿。是啊，对不对？过去的事儿都是为了工作，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哎，眼下当务之急，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尽快把这个案子结了啊。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有人已经耐不住性子，要对你们下手了。此人手上有伤，左边袖口里藏有东西，应该是某种武器。除此之外，我查看了他拿过的酒杯，没留下任何指纹。那个酒吧开在街面上，确实容易暴露。我建议，还是先关一段时间。走了。喂，哪位？喂，周迅，不能再等了，我得尽快回支队。啊。嚯，够乱的啊！什么情况？哎呀，说咱们单位够实际的啊，这降个万职，这屋小了一大半。哎呀，困死我了！我说你哪来那么多精神，哐哐在这跑步啊？怎么着？要不你给我收拾收拾啊？看看你那个样子啊！你说，要不是你哥啊，你这体力怎么比我还差呢？想当初你抱摔我、啐我的时候，你看你那精气神，那生龙活虎的，那劲头子呢？啊！别跟我废话，那你去查一下监控试试啊！坐那儿整宿的不能睡觉，谁受得了啊？哎，话说回来了，你是不是故意收拾我呢？想把我跟敖英似的熬废了，到时候换我哥回来替你破案来？我可没有啊！我不是你哥，没那么多800个心眼儿。哎，再说了，要一个一个查监控的，是不是你自己提出来的？我看我还是把我哥换回来吧。要死要格局的啊！嘿，我没格局，赶紧的干活。高磊他最后一次离开家是在什么时候？你还有没有印象？
20号一早我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出门了，说是公司要开会，所以早点去。据我们走访调查得知，高磊的社会关系还是挺简单的。他的爱人石玲在京港市第5中学担任教师，目前他们有一个3岁的儿子，叫高雨欣。他们夫妻2人呢，感情一直都挺好的，家境也很殷实。他还有个亲弟弟叫高栋，比他小3岁。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直接去美国读了博士。毕业后回国工作不到1年，又返回美国去了。办的是工作签证，目前我们在尝试与他进行联系。高磊单位什么情况？据高磊同事讲高磊在单位人缘很好，有求必应，定点上下班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而且他每个月都是满勤。但是，夫人，你看这个，在我们调查中呢，发现最近还有一个人无故缺勤，名叫张亚红。他最后一次在岗的时间是2月18号，也就是高磊假死那天。而且这个张亚红是高磊弟弟高栋的未婚妻。未婚妻？对，他在这个京港车检已经工作3年了，是财务部的一个出纳普通家庭，28岁。这人呢？目前还没找到，他家属已经报了失踪。报了失踪。公安队，您看一下这是在他后备箱里发现。我们在车里发现了他的一些个人物品，包括钱包、手包、手机，还有他的一些身份证件，但就是没有找到车钥匙。本人高磊自愿将名下所有的月亮湾小区 C 排4栋的部分别墅产权赠与张亚红，以期解决他和五弟高栋婚后的居住问题。别墅怎么回事？我们从房管中心了解到，这套房子是高栋和高磊的父母留给他们的遗产，而且产权信息也是登记的兄弟2人共同拥有。不对呀，高磊的爱人说，高磊一直特别反对张亚红和高栋的婚事，因为高栋患有霍奇金淋巴瘤，这应该是一种癌症，所以高磊认为张亚红明知道他有这样的病情，还要执意和他结婚，就是在意图谋取他们高家的财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磊怎么可能自愿将房子的产权赠与给他呢？这就对了。刚才听大家描述这个高磊呢，我估计这高磊肯定有什么把柄在这个张亚红手里边，所以才被迫签的这个财产转让的这个协议啊。张亚红，财务出身，肯定是精于算计，但家境是一般的，估计没满足这一半的房产，所以对这个高磊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高磊无法满足，然后2个人就相约蓝鲸岛商谈这个事儿，可能是发生了争执，又意外出现了这个高磊，坠崖假死这个事儿。高磊醒过来以后呢，肯定是不希望同事和家人知道也怕影响单位的正常工作，所以就从这个太平间里偷偷的溜走了，也没敢声张然后再次回到了蓝鲸岛，把车开走，第2天正常上班。那张亚红肯定是以为高磊死了，所以为了免受牵连，消失了一段时间。到后来，他发现这个高磊没死呢，就要挟和高磊在芳桥地铁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监控那个盲区，跟高磊接触那个人应该就是张亚红。可能2个人再次发生争执，还是没谈拢。张亚红和高栋结婚，是为了夺取他那套别墅的另一半产权。你想月亮湾上千万的别墅，
这张亚红几辈子也穿不来呀。那结个婚熬几年，这事对他来说其实非常值得。是，所以张亚红这个人现在是一个重点。这样，小周，你呢带人去他的单位和家里多了解一些细节啊。小王，高栋就交给你了，至少要查出来他是在京港还是在美国。好。关老师，去他单位可以，可他家并不在我们辖区呀。哦，对，是这样的，张亚红的家呢住在襄阳区，他是在襄阳报的市幕。襄阳那边呢不愿意把案子交过来，说要按流程走。不过我已经向那个市局递了报告了，但得需要点时间。要不这样，你亲自去一趟，你去面子大呀啊，把那个失踪那个资料赶紧交接过来。只要找着张亚红这个人，这案子离破就不远了。行，那大家先忙去吧，好不好？啊，我也忙去了。王，门帮我带上。哦，怎么了？哎呀，我跟你说，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但你哥了解。别，你别走了。反正该分析的我都帮你分析完了。啊，是，我要不着急，你自己看着办。我走了。别，你干嘛去啊你？我总得睡一觉啊。都到这会儿了，你还有心情睡觉吗？我都累成什么样了啊！你想都跟你似的，不吃不喝不拉不睡的，疯了你！有事再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梦里能破案吗？你快点回来啊！想挣脱，却一直在承受；想自由，却盯着手沉默。一瞬间起心动念，黑白分明的眼，一半清晰，一半深渊，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愿意敬畏，幻化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的是我接受，因为我爱。被困在无休无止的猜，勇敢在无边黑夜醒来，就用敬畏祭奠诋毁，即刻一生无名的悲。再见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或许我会否认
谁能面对突然不见消失的明天？